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，就要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？进入恐怖怪谈之前，先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日本人要来了，没错，贫穷中年男子要来台湾了哈。那他这次来时间比较长，因为他之前来都顶多4天3夜或是3天2夜，那这次来他大概待差不多是6天5夜吧。有可能会有点累，对啊，那我看看啊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我能不能跟他再拍一期？对啊，就是他参加台湾的探险，跟我这样一起拍一期这样子，可以的话当然最好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我要介绍这个恐怖怪谈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呢？它其实发生在意大利。对，那意大利其实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会去那边观光吧。那当然，那边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啊，像威尼斯啊、米兰啊等等这些城市都很漂亮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其实意大利其实有蛮多恐怖的地方呢？那今天这个恐怖怪谈，这个人所碰到的经历呢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小魔或是什么之类的吧。那他在回家的路上所碰到的一些事情，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。我站在漆黑的乡间路边，等着司机来接我，疲惫、暴躁，不停看表。莎拉又迟到了，又是她总有很好的理由，但问题是，她永远都有很好的理由。我脑中浮现她一边开车横越乡野，一边编造借口的画面。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烂得可以，你绝对不希望她还分心去动脑。莎拉是个好女孩，但雇佣她的经纪公司，说白了，她是被那张无瑕的脸蛋录取的，绝对不是因为脑袋。她被雇来开车，偏偏这件事情她也做得不太好。我左右张望，寻找那辆超速飞驰的标志性车影，务必站得远离马路。如果你见过他开车的样子，就懂了。只要车子能飞，莎拉绝对会鼓励他冲上云霄。他极爱高速，我每次坐他的副驾都提心吊胆。他毫不犹豫，油门永远到底，再踩深一点，我的心脏也跟着飙到极限。听他喋喋不休，更让人抓狂。我想叫他专心开车，但他常常开得危险自己。我再三警告他，你这样乱开，迟早害死自己或别人。莎拉总是笑我像个老太婆。抵达目的地时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跳下车，手心冒汗，心跳失控。他根本不该握方向盘，可他就是不懂。我真想开除发他驾照的那个人。又结束一场外景拍摄，我留下帮忙收拾摄影器材。大多数剧组已经走了，我独自等车无所谓，这给了我放空思考的时间。但经纪公司说又派莎拉来时，我苦苦哀求换人吧，结果没别的司机可以用，我只能认命。我知道今晚会很漫长，于是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。天越来越黑了，还是没见到莎拉的踪影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我真的火大了。我抬头看满天星斗，试图冷静。气温骤降，我紧缩双腿，站起身伸展。我气炸了，打算等莎拉一到就好好骂她一顿。我掏出手机拨给经纪公司，却直接转语音信箱。我留了长长的留言之后挂断。空气潮湿，我冻得发抖。大概凌晨2点半，我听到一辆车高速逼近，紧接着是轮胎的尖叫、失控、打滑，然后嘣一声巨响，撞上了什么巨大的物体。我震惊的愣在原地，冲到路中央，瞪着黑暗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声音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不可能啊，声音明明就在不到10英尺外啊！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我沿路狂奔，什么都没有。理性告诉我该冷静，但这根本无法解释我站在黑暗中比任何时候都要困惑。这时手机响了，另一位司机正赶来接我。他们联系不上莎拉，
歉意连连。我一点也不难过，回到路边的石头继续等。5分钟后，我听到附近传来诡异的脚步声，起初什么也没看见，但右侧出现一抹微光，有人拿着昏暗的手电筒，沿着烂泥路朝我走来。我心想，多奇怪，这么晚了谁会在这里？这可是乡下，最近的房子恐怕有20英里远。那人越走越近，我发现光不是从前方，而是从那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。我悄悄退到灌木丛后，想看得更清楚。我知道自己正目睹某种灵体，我屏息凝神，静静观察，那身影越来越近，是个女人。当她走到5英尺外，我看清楚了，是莎拉。我差点晕倒，双腿发软，想夺路而逃，哪里都好，就是别待在这里。可她停下脚步，脸上满是困惑，至少我看得到半张脸是这样子的，另一半的脸整个都不见了，剩余的部分血肉模糊变形。我强忍恶心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我从灌木丛后走出来，莎拉不可置信地瞪着我，往前走了2步又停下。我尽力描述我看到的景象。莎拉周身环绕着白雾，发出刺眼的白光，锁骨刺穿皮肤，随着她摇晃而晃动，半边的头骨外露，半边脸被压到碎了，另一半扭曲变形，只能这样形容。她全身插满着玻璃碎片，在雾白光中闪烁着，双臂从手肘以下扭曲断裂，胸口塌陷。我不得不移开视线，深呼吸。这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但每次都让我窒息。新王者能感知我的能量，据说我的灵光对他们也是灯塔，召唤亡灵。我真是幸运啊！莎拉似乎不认得我了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伤得很重，你能帮我吗？”我尽量温柔地解释，他已经成为幽灵了。他不相信，惨死的人通常都不会相信。我花了好一阵子才说服他，终于帮他度过了。莎拉消失后不到5分钟，我的车到了，我瘫在副驾驶座睡着了。隔天大家都在谈论莎拉那场可怕的车祸，她因头部与上身严重创伤当场死亡，被抛出车外，穿过挡风玻璃。超速是主因，她没有系安全带，车子失控撞上路边巨石。我早料到了，但得知她瞬间死亡，一点也没让我开心。没人该这样死去。莎拉才22岁。这则经历说恐怖吗？其实还蛮恐怖的，因为他把那个刚死之人的那个状况描述的非常的详细。说真的，不知道人看到应该会吓死。但这个主角他大概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经验吧，所以说他看到倒是还蛮镇定的，有可能也是他认识那位死者。对，没错，其实很多灵体在发生意外死亡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。其实这好像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还会徘徊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有人真正的告诉他，或是让他了解他死亡之后才会离去，不是吗？那有一些灵体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告知，他就会一直徘徊在这世界上，成为垫付灵啊，或者是无缘否啊等等之类的。其实这样的状况都还蛮多的所以啊，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开车，开慢一点，一定要系安全带哈。不管怎么样，安全带在很关键的时候都能保住你一命，除非你真的是太夸张。对，那开车真的要很小心哈。那今天这个恐怖怪谈，我给他的评分大概差不多也是在4.5颗吧，因为他所碰到那个经历，其实很难得碰到有人可以把他所碰到的那个鬼魂啊描述的这么详细。其实我觉得，对啊，还蛮恐怖的了。那对了，确实那个莎拉真的就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一个年轻生命这样陨落，其实也蛮难过的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
咿呀擦擦。